美汇指数还是很高啊，美金对人民币还在涨啊，美金对欧罗还在涨啊，日元还在涨啊，什么还在涨，没问题啊，不要再被误导了。现在的问题不是美联储加息了，好多人说，哎呀，美联储加息了，使到那些银行出问题了，不是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奇葩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十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视频的上传了哦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除了银行的问题之外，现在银行的问题很大的可能会使到美联储加息加少一点，甚至提早降息。1月份的时候还说它的加息要加 higher 高一点 ，longer 长一点、久一点，还有 faster 加的快一点。which suggests that the ultimate level of interest rates is likely to be higher than previously anticipated. 我觉得这一次的问题的发生，真的有可能使到美联储啊，我们要密切留意。我们写一下，3月23号应该就是下一次美联储议息的日期，我们密切等待那一天，观察那一天，很关键的那一天，会不会加息加少了，甚至不加息了？有没有可能降息？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降息的问题，但是加息可能会减少。那如果美联储提早降息的话，或者加息放缓的话，一定会通胀回来。大家回看我的直播的话，2021年的年底，2022年的年初，告诉大家通胀会失控，当时的通胀还是很低，我是事先告诉大家通胀会很低，调整要来了。所以现在同样的告诉大家，通胀可能会复苏，有一个可能，除非是经济差的不得了，大萧条来了，那可能是没有通胀，要不然的话通胀会复苏，因为你加息加少了之后，如果不用加息，这个通胀就下来的话，美联储之前也不用每次都在升息加息，就是因为通胀需要加息升息把它打压下来。那现在美联储一不打压的话，这个通胀肯定会复苏，通胀复苏了之后，美元就会贬值，这就是回到了3大危机当中。美国的国债高得不得了，如果美国经济一衰退，美国的税收会更糟，所以它的国债的问题会更糟糕。第二个就是美元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全世界做储备的货币，有些国家已经不喜欢它做储备货币了。如果人家对美元这个信心一崩溃的话，现在这几家银行可以给大家看到，信心的消失是可以很快的。没有人想到 Silicon Valley Bank 会有问题啊，一天之内它就挤兑倒闭被接管，所以要来的话是很快的。那美元背后是空气耶，各位知道吗？背后没有黄金的，你拿了台币、人民币、新加坡币、港币，背后还有美金，但是美金背后是空气，所以港币、台币、人民币背后是美金，背后也是空气。What？所以我们是拿了空气背书的一张纸，也不是太好。还有一个就不要被误导，大家去看一下，美汇指数还是很高啊，美金对人民币还在涨啊，美金对欧罗还在涨啊，日元还在涨啊，什么还在涨，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美元没跌不代表美元没有问题。大家看一下真金白银，问题发生在什么？因为其他的货币背后的储备都是美元啊，搞清楚这一点啊。台币的背后是美元，港币的背后是美元，新加坡币的背后是美元，日元、欧罗、英镑背后的储备货币是美元，所以美金有事情，其他的货币问题更大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所以美金是个避险的地方，就是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把钱放到美金里面去避险，因为美金有问题，其他的货币问题更大，所以美金一到问题来的时候，美金会涨。我们看一下，不要看有更大问题的其他的货币，真金白银，上面那个是黄金，最近是不是很快涨上去？右面那个是白银，也在涨上去。我们回到了真金白银的年代，都在涨上去，就是告诉大家，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资金，已经有 smart investors， 聪明的投资者，包括央行，静悄悄的开始把他们手上的钱换成真金白银了，其中一类型的资产，对不对？我相信真金白银的啊，我是蛮喜欢真金白银的。我个人觉得纸币是很有问题的，我不喜欢比特币的，我不喜欢虚拟货币的。我觉得整个比特币、虚拟货币好虚了，摸不到了，到底在哪里？我个人不喜欢的。
但是这么虚拟的货币美金出问题了，它都在涨上去，虚拟货币比特币又回到了27000 FTX 爆的时候才16000 15000了，不是 FTX 爆了吗？不是那些虚拟的交易所开始有问题了吗？不是那些 Silvergate 的银行都没有了，那个资金出入都不方便了吗？为什么虚拟货币再上去啊？大家看一看，这是一个警钟哎，不是叫大家去买虚拟货币，我是不相信虚拟货币的。很多人宁愿把钱去换成虚拟货币或者真金白银，都不愿意拿着钱了。想想看，你现在拿的钱放哪里啊？放家里啊？被人家打劫啊？家里可以放多少万了？放在银行里好危险。这就告诉了大家了，很多有钱人、富人呢，他们不是25万，他们可能是2个亿了、1个亿了、1000万了、250万了，他们钱放哪里呀？能有多少家银行给他25万来放啊？钱没地方去啊。当然，你看那个债券啊，现在是债券出问题，但是债券的收益率下来，也就是说，最近好多人去买债券，钱不知道放哪里，钱现在是一个不想要的烫手山芋啊，是不是 hot potato 啊？不想要啊，想扔掉它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后面。还有一点啊，很多人很关心了，或者很多人很看不起中国了。你说美国做的这么糟糕，人民币怎么办？中国没问题了吗？我正好也有一张图，我们看一下债券 bank asset 多数是债券已经有问题，但是中国的银行没有太多的发行这些衍生工具。美国的银行要赚钱，有了很多的衍生工具做了出来，而这些衍生工具一旦这个市场有波动的话，衍生工具是一个风口，是一个 risk exposure 风险的窗口。你看看中国的银行相对好一点，中国的内房问题啊，不是说没有问题啊，时间点是错开了。中国的去年是好大的问题啊，我去年也说过，中国政府还是有能力控制的。当然我觉得美国政府也是有能力尽量控制的啊。讲到这里啊，还要安抚大家一下，不是说一定会发生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。什么叫风险管理？你知道一定会发生才去做的话，那不叫风险管理了，那叫逃命了。风险管理就是说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。万一发生了怎么办？万一就是1万个机会里面只要有一个，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？ Silicon Valley Bank 被挤兑，就是那个1/1000的风险，结果它倒闭了。 Silvergate 银行它的那些所有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倒闭和撤资，也是万中无一的万一。 Signature Bank 也是万一，现在正在发生。所以大家包括买了好多的楼啦，你的工作有没有机会会被裁员啊？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 scenarios 情景的一个万一。我不是来恐吓，有人说标题吓人嘞，我也不喜欢吓人的，我更喜欢说是10倍股啊，机会在哪里啊，成长在哪里啊。我不是一面倒的悲观，因为很多的人低估了问题，好像不看它就问题不存在，少做了风险管理。我希望大家做多点风险管理，好吧？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再被误导了。现在的问题不是美联储加息了，好多人说美联储加息了，使到那些银行出问题了，不是的。你看一下这个叫孳息图 yield curve， 我来告诉大家，美联储控制的是叫隔夜贴现率 Fed Fund Rate Discount Rate， 你不够钱了去美联储借一个钱，他收你多少钱？是隔夜的利率，是最短期的利率。美联储控制的只是最短期的利率，而市场现在银行出的问题的是长年的10年、15年、30年国债的利率涨上去，跟美联储控制的利率是两码事，不要再被误导了。全世界好多人都美联储加息了，使到银行出问题，不是的，美联储加息使到它给存款的利率涨上去了，这是有影响的。但是他现在出的买美国国债跌下来，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去，那个不是美联储控制的，那个是市场里面自由经济、市场经济
supply and demand， 通胀来了，人家到现在还是负利率啊。现在美国国债的5年、10年的利率还是要比通胀低，还是负利率。就是在通胀的时候，那我的钱我不存了，我要花掉它了，明年就贵一点了。在这个时候需要给更高的利率，使到那些人把钱存在银行里，而不是拿出来去消费掉。所以利率第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通胀，第二个当然是资金的需求。经济好了，谁都要资金出去投资啦、买设备啦、开店啦，或者是去消费啦。所以经济好的时候，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会上去。为什么告诉大家孳息倒挂、债息倒挂是预测的经济的下来？因为经济人家预期下来的话，消费者不消费了，公司也不投资了，不买设备了，不扩张了，对资金的需求下来了，所以这个收益率下来了。长期的国债的收益率是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和供应来产生的市场利率，美联储不是控制那个利率的。所以呢，美联储现在降息并不会使到美国的市场的长债的收益率下来，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。美联储降息只能使到银行付少一点利息，而不是解决他们资产投资亏损的一个问题。不要再被误导了。听七爸爸听了多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外面的人都是 bullshit。OK， 这一次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不是美联储加息，我去年在5月份讲的，真正的问题是在缩表 quantitative tightening 量化紧缩，它把资金在市场里面抽走，市场里面资金抽走了，钱少了。我们刚才讲过 supply and demand， 资金的供应和需求，供应少了，需求在那里，利率收益率就上去了。这叫经济学101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外面的很多的所谓的都没人讲，是不是没人讲？我不是个经济学家哦，但是我讲给你听的东西是应用得出来。真正的问题出在缩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美联储的 discount window borrowing 叫贴现窗口借贷，就是银行需要钱的话，跑去美联储借钱，这个数目要比08年金融海啸厉害，要比2020年新冠疫情厉害。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借的钱是多少啊？是150多个 billion。这是 M0 M0 就是经济学里面银行又会通过它的杠杆放出去放大10倍它这个是从源头借了150个 billion，150个 billion 不得了的钱美金我们看到量化宽松 3.0 开始了，从那个量化宽松 3.0 左上图刚刚有一只脚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我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，我在拍这个 YouTube 的时候，我说量化宽松静悄悄这扇门又打开了，这也是变相美联储又向市场投放资金，悄悄的打开了量化宽松这道门。我还没看到这个数据，我在拍摄那个 YouTube 视频的时候，这个量化宽松这道门打开的时候，我是凭我的理论逻辑推算出来的。最新的图出来了，那只脚是不是又上去了？右边那个脚是近期的放大的，左边那个是从08年到现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去年我告诉大家缩表开始了，要跌了，真正的大跌要开始了。债券有没有跌？债券跌了。股票市场有没有跌？还是跌了好多，最近1-2个月又好像乐观了一点，但是量化紧缩是真正跌的，债券市场就跌了好厉害的。如果 Silicon Valley Bank 去年看了我的 YouTube 了，就不用倒闭了。 Silicon Valley Bank 就是没有看我的这个 YouTube 视频而已。现在最新的量化宽松 3.0 叮叮叮叮叮叮叮敲钟了，来临了。我是第一个告诉你们，拍拍自己肩膀我好幸运今天来到这里你出去看，没有人告诉你量化宽松 3.0 来了。我来给大家看看09年的时候我在敲钟了，叮叮叮叮叮，量化宽松了。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量化宽松了，我在说政府印了大量的钞票了，买债了，货币供应了，买楼了，买楼了，买楼了。当时新加坡听的我买楼的人现在在交房地产，马来西亚听过我课程的人现在在交房地产，香港听过我课程的人好几个人现在在交房地产。我当然自己也买了好多，到了18年我告诉大家不买了，也不交了。另外那些老师还在交听了我课程09年、10年、11年、12年、13年、14年、15年全部赚大钱，财务自由
绝对没问题。量化宽松 2.0 这时候我们有 GMT 了， GMT 里面我说了2月份的时候叫大家避开，我说新冠疫情没有反映在股价里了，快点走了。到了3月底的时候我就说可以捞底了，到了4月份的时候我马上回来说现在量化宽松 2.0 像喝了红牛了啊。 By the way， 所有这些 GMT 的东西我欢迎大家没有参加的参加 GMT， 所有的 coaching 都放在我们的会员区，你们可以回看2020年的4月份看看七爸爸有没有吹牛。到了7月份的时候我说量化宽松 2.0 来了，牛3来了，结果我们找了不止10个，涨了1倍2倍3倍4倍。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就叫大家退伍进一，卖掉5个才买1个，卖掉5个才买1个。到了2021年的12月的时候我说哎呀，未来的黑天鹅多得不得了了，通胀缩表啊，减债啊，现在叫缩表，当时叫减债和加息带来股灾，是不是讲在那里？结果3月份的时候美股反弹了，我说这是最后的逃生门，没有走的快点走。到了6月份又反弹的时候说这是个牛陷阱，而且告诉大家真正的大跌还没来。有些在 YouTube， 有些在我的 GMT 里面讲的更深入。所以量化宽松 2.0 我叫大家找10倍股，我们找了好多个涨了1倍以上2倍以上3倍以上的股票。现在我们来说啊，怎么来配合用？很多同学已经看了我的这个选股5部曲，这个投资股票的框架，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，我在留言区放一个连接。牛熊周期一定要看对，现在我觉得美股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到熊3，到了熊3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，不能够乱买，一定要找暴升的行业，因为我们资金有限，我们一定要把握有限的资金放在暴升的行业啊！现在我教大家如何应用选股5部曲啊，没有看过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。找到了暴升的行业还不够，我们资金有限，还要找到10倍股。10倍股是个名称啊，就是它会涨了好多，涨得比人家快，比人家风险更低，不是拿了风险去，不是贝塔高了，是拿了 alpha。10倍股投资秘籍里面整套东西都给了大家啊，一定要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来找，大家都能找到的。这个课程推出之后真的蛮多学生上了课啊，他们也是蛮好的成绩。最后轻松一下，百度的文心一言出来了，那我去问百度，我说暴风雨来临了，我们如果要大海航行的话要做好风险管理，给我画一张图，他就给我画了左边那一张图，写一篇文章说明为什么需要学习投资股票，而不是不学，不是乱买，不是避免学习，他就写了这一篇文章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写了好不好。我重点还是用我的方法来讲，投资很重要，你不能不投资，因为不投资的话你的钱放哪里？放银行更危险，放了股票的话你还是做了人家的股东，放在银行的话银行倒闭了你钱就不见掉了，投资的话你还是可以分散投资，投资好的股票，不要倒闭的股票。但是啊，学习求知是更重要的。很多99%的人来问我股票，哎，这个能买吗？那个能买吗？基本的概念都没有，这个是肯定会输钱的。所以真的要学习，每一次都是教大家学习，不是要卖课程来。你卖课程，当然你的钱会使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更多的财商教育的视频啊，或者教材出来啊，当然是感谢大家。但是我真心的感觉到你们是需要学习，所以呢，免费的左边那个如何可以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方法10个关键，我做了一个70分钟的课程，这是答谢 YouTube 的到了10万订阅者的一个感谢的礼物啊，这个课程很有价值的，暂时还是免费的啊，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找到链接马上学习。如果你哎呀不想等了，马上要跟我在全世界股票市场和趋势当中，我们未来有3个大的趋势，在这3个大的趋势全世界一起来找投资的机会的话，那参加 GMT 我邀请你，你会进来的话，你会觉得比上个 NBA 更有价值。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，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